大家好，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如果是我的铁粉，请给我一个 like。第一次看我的视频，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糖尿病在现代医学上是一种代谢性疾病，而且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人们日常生活饮食的改变，患有糖尿病的人群也越来越多，而且有呈现年轻化的趋势，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所以大家要及时的去了解糖尿病的相关知识，才能更好的察觉身体方面的问题，这样才能够有利维护自身的身体健康。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对糖尿病非常有帮助的食疗方，一起来看看吧。首先准备30个的糙米，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饮食健康也越来越重视。以前不受欢迎的糙米，又走入了人们的餐桌，成了受欢迎的健康食材。糙米比较符合人们对健康饮食的要求。在经济困难时期，部分人出现了水肿和糖尿病，医生以饲养的老糠饼作为治疗手段。老糠饼中的粗纤维素能吸纳体内部分水分，粗纤维也能使糖的吸收速度配合胰脏分泌胰岛素的自然速度取得生理平衡。糙米中的维生素 B 和锌也有助于糖尿病的治疗。胆固醇的积劳是影响中老年人健康的重要症结所在。多吃糙米，肠道内有大量的纤维素，就可以把胆固醇变成胆汁酸吸收，而减少高血压、高血脂的心脑血管疾病。老年人常吃糙米，可以减少富贵病的发生。先把糙米清洗干净，放入碗中。再准备20克的绿豆。绿豆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食材，也是一种药材。它的功效主要是清热解毒、消暑和止水。对于一些中暑的患者，绿豆有比较好的效果。对于体内有热毒的患者，绿豆也有很好的清热解毒的效果。绿豆可以用来治疗皮肤病、水肿和小便不利，而且绿豆对一些药物和食物的中毒也是有比较好的解毒功能。先把绿豆放入碗中，加入清水把绿豆清洗干净。绿豆是可以降血糖的，因为绿豆本身就属于粗粮的一种，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这种膳食纤维能够增加胃排空的时间，避免血糖的波动。绿豆除了能够降低血糖，而且还可以降血脂。清洗干净的绿豆和糙米放在一起，再加入适量的清水，将它们浸泡1个小时。接着准备半根山药。山药既是一味药材，也是一味食材，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山药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以及粘液蛋白，具有健脾养胃的功效，能够增强脾胃功能，促进肠道蠕动。对于脾虚食少、消化不良等症状都有一定的调理效果。山药还具有补肾摄精的作用，能够缓解肾虚、遗精、小便频数多、神疲乏力的症状。此外，山药入肺，可以润肺止咳，缓解肺虚咳嗽的症状。山药中的粘液多糖可以降低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糖尿病患者可以适量的吃一些山药，对降血糖有非常好的效果。山药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接着再准备10颗莲子。糖尿病人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莲子，吃莲子可以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在吃莲子的时候，还可以调节糖尿病人的内分泌，能够起到软化血管和降低血脂或者是血压的作用，并且莲子还可以强心安神。莲子不但强心作用非常显著，莲子碱还能够有效的抗钙以及抗心律不齐。经常晚上失眠的患者可以睡前泡杯莲子茶喝，保证一觉睡到天亮。莲子中还含有降血压的作用，并且莲子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这些物质是组织细胞核的重要成分，能够促进蛋白质、脂肪及糖类的代谢。
平时使用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减少多种疾病的发生。清洗干净的莲子也放入盘中备用。接着再准备4颗红枣。红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补品。红枣可以健脾益胃，对于脾胃虚弱的人，经常会腹泻、倦怠、没有力气，非常适合使用红枣。红枣还可以补气养血。红枣为补养佳品，食疗药膳中常加入红枣补养身体，滋润气血。建议糖尿病人不要吃得过多，一天3到4颗就可以。下面把泡好的糙米和绿豆倒入锅中，再加入适量的清水，先开大火把它煮上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之后再把其他的食材倒进来，现在就可以转小火了。盖上盖子继续煮上30分钟。制作视频不易，您的每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请在底下留言+1，非常感谢您的支持。30分钟之后，这道非常好喝的糙米绿豆粥就做好了。这道粥非常的低脂、低热量，特别适合糖尿病人食用。绿豆、糙米都有降糖的成分，并且含有大量的粗纤维，可以延缓餐后血糖的升高值，让你的血糖保持在平稳的状态。经常使用，不但可以降血糖，还可以降血压、降低胆固醇，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非常多的益处。平时要适当的运动，可以帮助人体消耗体内的热量，减少肥胖的发生几率，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提高血糖的利用几率。糖尿病患者要选择合适自己的运动量和运动方式，以自己的身体承受能力定期评估，适当的调节运动计划。中老年朋友记得把这道粥做起来哦，也可以把它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让有需要的朋友都能够得到帮助。如果大家实在是不舒服，一定要记得及时就医，谨遵医嘱。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视频看到这里了，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养生视频，我们下个视频见啦。